今天节目将带您走进神秘故事——中国古籍推背图。烧饼哥预言一位圣人非传统帝王出身，不以军事武力统治天下，而是演武修文，以知识理念引领世界。美国预言家珍妮·迪克逊提出东方圣人之说，更有预言指出，紫薇圣人已降生于台湾，被赋予造物主、未来佛弥勒及耶和华等多重象征。追寻之下，我们在台湾遇见这位紫薇圣人，他兼具科技人、发明家、宗教家、思想领袖与艺术家等多重身份。透过脸书法王圣人论述及 YouTube 子圣说故事分享独到见解。圣人虽出身平凡，却深识因果，洞彻佛理，通达入世与出世间法，更广博工巧武明。他所研发的光量子晶片亦横跨26国取得专利，其首创尖端科技的2纳米 X 光子材料，深具诺贝尔奖的得奖潜力。圣人且多次登上 Semiconductor、富比士、中东 UAE Times 等国际杂志封面，与世界富豪精英及杜拜皇室同框，被美国微软列为2026世界10大领袖之一。他发明实验室帝王绿翡翠，媲美顶级天然翡翠，且艺术画作入选华人之光世界邮册，并发行为日韩等4国邮票。2026年更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荧幕。圣人研发天然抗癌精油，实验显示能100%消灭癌细胞，且对正常细胞无明显影响。他曾被认证为法王，却放下崇高职位追求自在修行。佛经言：若不勤武明，大圣不成佛。紫薇圣人的成就皆是工巧武明的具体展现。现在让我们共同聆听他的智慧开示。科学解密妈祖起驾与量子纠缠的真相。小杰，最近妈祖绕境非常热闹，但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抬轿的人会跟着神轿一起晃动，甚至像起驾一样转圈、进退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确实是很多人好奇的现象。一般的说法是神灵附身，但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，这有没有更深层的解释？对啊，我们赶快恭请紫薇圣人来解开这背后的真相。关于妈祖起驾的原因，其实道理并不复杂，那是因为抬轿的人与主尊之间产生了混气，当整个气场透过轿身一直连接到轿夫身上时，轿夫就会像半个机身。妈祖想左右转，轿夫就跟着左右转；妈祖想前进后退，轿夫就跟着前进后退。就像一个人驱动自己的四肢，轿夫成了妈祖的四肢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碟仙身上，被请来的鬼灵附灵在碟子上，透过手指头传递灵体到参与碟仙的人身上，形同混气，让鬼灵上身。于是碟仙可以控制方向，前后左右移动回答问题。在科学上来看，这就是一种量子纠缠现象，双方气场混合，意识与动作产生了联动。其实鬼神妖都有五通，例如电视谈话节目常会提到，去车祸现场看到死者时，千万别说这女生长得漂亮，否则她会跟你回家。又例如曾经听过祖先灵托梦告诉子女，最近有车官别出门，骑车会遇到车祸。这些例子说明了死去的鬼也有五通，能够知道你心里想的事。被鬼附身的人常常会判若两人，例如一个弱女子却突然力大无穷，几个男生压不住她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是女生身上的肌力瞬间变强吗？如果肌力能瞬间变强，那奥运举重选手也不用重量训练了，直接找个鬼上身就能破奥运纪录。这当然是因为双方导气混气的结果。例如鬼压床，瞬间全身无法动弹，无法施展力气，这也是因为灵体被混气的缘故。同样道理，如果玩碟仙请来恶鬼混气，会感觉到一阵阴寒，很多人玩完了容易被恶鬼上身，恶心想吐，甚至出车祸被夺命，也是因为跟鬼灵混气的结果。所以从神教到碟仙到鬼压床都是同一个原理，就是量子纠缠，灵魂被混气了。哇，原来量子纠缠和混气可以解释这么多宗教现象，这听起来好科学啊！紫薇圣人好有智慧，
能用科学的语言把传统信仰讲得这么通透。没错，这也让我们看见，真正的成就者不只是讲虚幻的法，而是能用最尖端的逻辑揭开世间的奥秘。那妈祖治病这说法又是怎么回事？妈祖跟佛菩萨乃至于法身佛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继续来请教紫薇圣人吧。庙里的神明通常是死后的善鬼得到龙气，我们称之为世间神旨。从土地公到三太子、妈祖各类鬼神，只要庙建在龙穴上面，方圆百里的人会共享一龙气，信徒自然就多。但龙穴也有善恶正邪之分，例如恶人葬龙穴，就会成为古代暴君、祸国殃民的大贪官，或是现代的流氓头子，这都是得到龙气的结果。龙气是地气，绵延千里而来。龙气在身上时，你可以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热气。妈祖可以治病，这个说法是因为鬼灵缠身，用龙气冲散鬼气。当然，这只是龙气的运用。事实上，道士的道观通常也是盖在有龙气结穴的地方，而道士所画的符咒也因为龙气传递，可以指使这山脉鬼神众前来办事。但这都是世间神旨，跟我们修行人修习的先天正气不同。先天正气是宇宙本源的能量，是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始佛。法身佛创世主、造物主的能量，这是量子纠缠，是一种小我融入大我的过程。成道成佛也是一种量子纠缠的过程。教字里的神明是什么？就是善鬼，得龙气的善鬼。佛经里记载的就是世间鬼神众，而佛菩萨是指出世间解脱轮回的证悟者。在我看来，菩萨实地就是指跟法身佛量子纠缠能获得的能量大小来区别，能够完全融入法身佛的，其能量当然是整个宇宙的能量总和。我记得蜥蜴人是一种外星恶灵，透过跟人类混气，以达到控制人类的目的。许多媒体报道有关蜥蜴人的事件，秘密档案很多。在佛经里记载的，就以阿修罗为代表，曾经想用核动力抽气机抽走我弟子身上的灵魂，而我在弟子身上隔空画了一个符咒，稳住他的灵魂。这时候蜥蜴人串联了所有的母舰，才能抽动它。他们说，这个能量是强大到12个太阳串联起来的动力。谢谢紫薇圣人开示，法身佛能量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有个疑问，既然妈祖是得龙气的善鬼神，很多信徒觉得有拜有保庇，如果把妈祖当作信仰来皈依，会有差别吗？好问题，我们来请教紫薇圣人，佛经有界定皈依的对象吗？对于妈祖的正确态度应该如何？佛经中明确记载，正信的佛弟子应当皈依三宝、佛、法、僧，而不应皈依世间鬼神。依据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正式皈依后因不皈依世间鬼神、外道天魔。且《涅盘经》中记载，正式皈依三宝后，因明确不再皈依诸于天神、外道，这是因为世间鬼神自身尚未解脱，仍在生死轮回中，能力有限，无法给予众生究竟的离苦得乐。且皈依三宝后，自然有36位护法鬼神之王随逐护助，不需要特地去皈依其他世间神旨。皈依三宝才是智慧的选择，过度依赖鬼神通，往往沦于迷信，这违背了正信佛法，违背皈依戒。所以对于世间神旨，正确的态度是尊敬而非皈依。尊敬跟皈依不同，这也是基督徒坚持不上香的理由。世界3大宗教，基督教、回教、佛教都是如此，只皈依造物主，唯一真神，对世间鬼神敬而远之。例如圣经强调只有一位真神耶和华，民间供奉的鬼神被视为虚无或邪灵。佛教徒比较宽大，允许信徒尊敬，但不是皈依，因为世间鬼神也是轮回众生，无法就近解脱。哦，原来尊敬跟皈依是两回事，对世间善神保持礼貌，但内心要以佛法僧三宝为唯一的依止，才不会在轮回中迷失。没错，紫薇圣人的开示让我们明白，修行人仍需寻求更高层次的法身佛能量。紫薇圣人之所以洞悉这一切，正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法身佛的能量融合，他不仅能解释量子纠缠，更是这种强大能量的具体实践者。透过这段开示，
我们不再盲目迷信，而是更能看清能量运作的真相，也更印证了此位圣人的极高智慧与正量，真是获益良多。是啊，我们应加倍珍惜这份殊胜的因缘，坚定不移地追随圣人，更加精进与修身实践。如果你看完视频后，想如法学习禅定念诵开始你们的心灵课程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观看学习。对传法师父的献供，师父是佛等于供养佛，师父身份是造物主，等于向造物主蓝光神现供养。哈